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聊的是最近游戏掌机市场上讨论度非常高的这个新产品 Asus ROG Xbox Ally 系列。这不只是一台新的掌机耶，它更像是华硕的 ROG 跟微软 Xbox 第一次这么深度的合作。没错，您是不是也很好奇，这样一台想要结合 PC 的弹性跟 Xbox 那种主机体验的机器，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对啊，而且这次合作，我觉得重点是那个软硬体的整合，不是只有挂个名字而已。特别是他们一直强调的那个Xbox 全萤幕体验模式。听起来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嘛，就是要改善 Windows 掌机一直以来那个操作有点卡卡的感觉。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根据您提供的很多资料哦，包括官方的资讯啦，很多媒体评测，像 CNET、Mobile01、IGN，还有 Linus Tech Tips 的影片分析。还有玩家的声音。对，还有 Reddit 上玩家的热烈讨论，甚至还有那个维基百科跟服务手册里面的细节，我们会帮您好好的来拆解这两款机器，就是 ROG Xbox Ally 跟高阶的 Ally X。从硬体设计、效能、软体体验，尤其是那个 Xbox 模式嘛，然后社群的回馈、优化建议，最后看看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们的任务就是帮您把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资讯好好梳理一下，抓出重点。对，帮您搞清楚这个 ROG Xbox Ally 系列它的优点在哪，那可能的痛点又有哪些？看看它到底适合哪些玩家。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仔细看看这台话题很多的掌机里面到底有什么干坤。好，那先从硬体看起。这次 Asus 其实出了两个版本，比较高阶的是黑色的 ROG Xbox Ally X，黑色的。它的处理器是 AMD Ryzen AI Z2 Extreme。它有个特别的地方是有 NPU， 就是那个神经处理单元 AI 核心。技术。记忆体给到24GB LPDDR5 8000，速度很快。然后 1TB SSD， 这个规格很高入门款是白色的 ROG Xbox Ally， 处理器是 AMD Ryzen Z2A， 架构比较旧一点。记忆体是 16GB LPDDR5 64000，配512GB SSD。所以规格上还是有蛮明显的区别。对，不过它们的萤幕是一样的，都是7寸的 FHD IPS 触控萤幕，解析度1920×1080，有120赫兹高更新率。这个萤幕规格听起来还不错。康宁那个最新的 Gorilla Glass Victus 玻璃，500尼特亮度，100% sRGB， 还有 AMD FreeSync Premium 防撕裂。不过这个规格其实跟去年的 ROG Ally X 是一样的啦。原来如此。那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变应该是那个握把吧？对，这次的握把设计很明显是学 Xbox 控制器的。就是那个握把的地方往下延伸，线条比较圆润，目标就是让手握起来更舒服，玩久了比较不会累。这一点好像很多评测都有提到。没错，像 Mobile01 跟 CNET 都说握起来感觉很扎实，跟其他掌机不太一样，比较稳。但是重量也增加了哦。Ally X 大概715克，入门款 Ally 也要670克。跟最早那台 Ally 大概600克出头比，重了不少哦。那真的要考虑一下携带跟酒池的感觉了。除了握把 ，Ally X 的摇杆跟扳机也有升级吗？有哦 ，Ally X 用的是那个 Hall Effect 霍尔效应摇杆。霍尔效应，简单说就是用磁力感应，比较不会像以前那样用久了会漂移，理论上更耐用更准。它的扳机也升级成 Impulse Triggers， 就是那个可以震动回馈比较细密的。那入门款呢？入门款的扳机也是霍尔效应，但摇杆就还是传统的。两台都有多一个实体的 Xbox 按钮，按一下就可以记那个新界面。背后那两个 M1、M2 自定键还在吗？还在。不过，这里有个小细节哦。CNET 说，虽然握把变舒服了，但有些人可能觉得，因为那个新造型，背后 M1、M2 反而变得比较不好按到。
啊，这有可能。然后 Linus 他在影片里说，他儿子觉得那个新的霍尔摇杆手感好很多。哎，使用者证言。不过要注意哦，Ellie 系列跟 Steam Deck 一样都没有触控板。对吼，那在 Windows 下要用滑鼠怎么办？对啊，有时候要调个设定，点个小按钮，可能就会有点麻烦。了解。那连接部呢？够用吗？主要都在上面。高阶的 LEX 给了一个 USB 4 Type-C， 这个很强哦，支援 Thunderbolt 4，速度快，可以接很多东西。另外还有一个 USB 3.2 Gen 2 Type-C。那入门款？入门款是给了2个 USB 3.2 Gen 2 Type-C。好消息是，所有的 Type-C 都支援 DP 1.4影像输出，也可以用 PD 3.0充电。充电跟影像输出都有了。对，旁边还有一个 UHS-2 的 Micro SD 卡槽，速度比较快，还有 3.5mm 耳机孔。内部呢？散热怎么样？里面是用双风散热，华硕叫它零重力散热系统，说你躺着玩也 OK。SSD 是标准 M2 2280，想自己换很方便。电池呢？ LEX 好像电池很大。对，这是 LEX 的大亮点，给到80 瓦，入门款是60瓦，初代 LE 才40瓦。哇，差很多哎。无线网路是 Wi-Fi 6E， 蓝牙 5.4， 盒子里有附一个65瓦的 USB-C 充电器。整体看，硬体给的真的蛮有诚意的。硬体听起来很猛，但软体能不能跟上，做到那个像主机的感觉？哎，这就要看这次最大的卖点咯，就是那个 Xbox 全萤幕体验。对，这个是核心。它最大的改变就是你一开机，预设是直接进 Xbox 的那个界面，不是看到乱糟糟的 Windows 桌面。哦，听起来不错。微软说这样做有几个好处：第一，可以省资源，最多省2GB 记忆体；第二，待机比较省电，听说少2/3。哇！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减少 Windows 背景程式的干扰，像那些更新通知啊、弹出视窗啊，让玩游戏更专心。这个功能是只有 Ellie 有吗？目前是 Asus ROG 独占，要等到2026年才会开放给其他 Windows 掌机用。独占呢？那这个 Xbox 界面用起来怎么样？看起来是清爽很多啦，它会帮你把装在里面的游戏都整合起来，不管你是 Steam、Epic、GOG 还是哪里买的，都放在一个媒体柜。哦，这样找游戏比较方便。对呀，Game Pass 当然也是整合好的，还有微软自己的商店，操作也都是针对手把优化的。比如说，像是你长按那个 Xbox 按钮，会跳出一个新的 Task View， 可以用像主机那样切换 App 或回桌面，听说切换蛮快的。短按 Xbox 钮是开一个新的 Game Bar， 里面有常用的设定，像亮度、音量、Microphone、萤幕键盘、电源模式、效能监控这些，还有 Xbox 的好友聊天功能。感觉好像把常用的东西都整合进去了。那 Asus 自家的那个 Armoury Crate 还有用吗？还是很重要哦，按那个 ROG 键就可以叫出来。Armoury Crate 主要负责更底层的硬体调整，像是切换效能模式啊，极速、效能、静音，还有手动模式可以自己调风扇跟功耗，还有调那个摇杆旁边灯光的颜色、校正摇杆按键、萤幕的色彩模式、音效设定等等。了解。所以 Xbox 界面管游戏跟常用设定， Armoury Crate 管硬体细节。对，大概是这样分工。这次还有个新东西，在 Game Bar 里面有一个叫 Gaming Copilot 的 AI 助理。AI 助理在掌机上？对，不过还是 beta 版啦。你可以用讲的或打字的问他问题，像叫他推荐游戏啊、查攻略啊、帮忙解决问题之类的。听起来很炫呢。可以玩玩看，隐私也可以自己设定。好，听起来界面整合 AI 好像都很棒，但是实际用起来真的那么顺吗？我看有些评测好像不是这样说。这就是问题所在了。虽然这个 Xbox 全萤幕体验是个进步，没错，但很多评测都点出那个你知道的 Windows 底层还是会时不时出来刷存在感啊。果然，对，这是蛮多媒体像 CNET、Polygon、The Verge， 还有一些 YouTuber 像 Paris、Zollotech，
他们都提到的感觉就是披着 Xbox 皮的 Windows 那个切换或者说整合还不够无缝。比如说会遇到什么状况？像是第一次开机设定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因为你要更新 Windows、更新 Armoury Crate、更新 Xbox App、更新一堆驱动，很繁琐。可以想象。然后用一用，可能突然跳出一个 Windows 的视窗，什么 .NET Framework 安装程式之类的，有时候界面显示会怪怪的，字太小或按钮太大。这听起来有点干扰诶。对啊，甚至有人说玩游戏载入到一半，画面突然切到别的 App 去，这种不确定性就会让人觉得，好像跟说话的主机体验有点落差。更新管理也是个问题吗？是啊，你要注意 Windows Update、Armoury Crate、Xbox App 3个地方可能都有更新要你装，对想简单玩游戏的人来说有点复杂。还有评测说，在 Xbox 模式下，有一些基本功能好像找不到，像看详细的储存空间用了多少，或者调比较细的网络设定，还是要切回桌面去用。偶尔还会碰到游戏开不起来。对，有评测提到偶尔会这样，要重开机或者切回桌面去手动关掉游戏程序。那个微软推的掌机相容性标章好像也还没完全弄好，甚至有人在 Reddit 回报说 Micro SD 卡读取不太稳。这样听下来，感觉好像还在测试阶段。很多评测都用了类似 beta 这个词，就是说方向是对的，潜力很大，但还需要很多软体更新去把它打磨好。所以很多人会拿它跟 Steam Deck 比。对，很自然嘛。大家普遍觉得，虽然 Windows 游戏相容性比较广，特别是那些有反作弊的线上游戏，但 Steam Deck 的 Steam OS 因为是专门为掌机设计的，操作起来还是比较顺畅，比较直觉。了解。软体体验看来还有进步空间。那我们来看看效能吧。刚刚提到 Ally X 用的是比较强的 Z2 Extreme， 入门款是 Z2A， 这两个差很多吗？差蛮多的哦。从 Mobile 01还有 Linus 他们的测试来看，高阶的 Ally X 如果插着电开那个最强的极速模式，大概35瓦功耗吧，那个效能真的是目前掌机里最强的。比 Steam Deck 强？对，比 Steam Deck 还有旧款的 Ally 都强。除了 CPU、GPU 更好，那个 LPDDR5X8000的记忆体也帮了不少忙。实际游戏表现呢？比如说《电狱判客2077》这种很吃资源的，用 720P 跑 LEX 比 Steam Deck 快了大概 22%， 玩毁灭战士、黑暗时代可以稳稳超过80 FPS， 甚至极限竞速低频线5，如果开 FHD 画质调低，可以破100 FPS。哇，那很猛诶。那入门款呢？如果预算只购买入门款，还能跑3A 大作吗？入门款就比较要有所取舍了。Mobile 01测起来，玩现在的3A 大作，通常要到解析度降到 720P， 画质也要开到低，这样大概可以跑到40到60 FPS 之间。也是能玩，只是画面要牺牲一点。对，像极限竞速低频线5，用 720P 低画质，大概是67 FPS。但如果你玩的是2D 游戏或硬体要求不高的，像空洞骑士、丝绸之歌那种，就算开 FHD 1080P， 要稳跑120 FPS 是没问题的。所以听起来，就算是 LEX， 要在7寸萤幕上用原生 1080P 开高画质，顺跑最新的3A， 可能还是有点吃力。对，这是很多测试跟玩家的经验。要在7英寸跑 FHD 要超过60 FPS 的3A， 通常要开游戏内建的 FSR 或 CSS、DLSS 这些升频技术，就是用低解析度渲染再放大。没错，很多人觉得设 7280P， 再用 FSR 升到 1080P， 在小萤幕上看不太出来画质变差，但帧数提升很有感。有个小建议是，最好用游戏内建的升频，用驱动程式那个 RSR， 有时候会让 UI 变模糊。了解。那作为 Windows 掌机，游戏来源是不是比较方便？这是它的大优势，它可以直接跑各大 PC 商店的游戏 ，Steam、Epic、GOG 什么的都行，不用搞相容层。而且 PC Game Pass 也是原生资源，游戏库很庞大。
这点 Steam Deck 就要花点功夫了。对，要用 Proton 或自己装 Windows。那效能这么强，散热跟噪音呢？握着会不会烫？ Mobile 01跟 Paris 他们测起来好像还不错诶，就算开高效能模式玩游戏，握的地方温度控制的还可以。风扇虽然会转比较快，但声音好像比较低沉，不是那种尖锐的噪音。这点还不错。那接下来掌机的另一个重点，电池续航力。Ally X 那个80Wh大电池听起来很微80W2在现在的掌机里真的是顶规了，入门款是60W2，初代才40W2，这个提升幅度很大。那实际用起来呢，可以摆脱尿袋人生吗？这个就要看你怎么用了，落差非常大。怎么说？如果你只是做些轻度的工作，像打字、上网、看影片，Mobile 201用 PCmark 办公室模式测，在那个最省电的静音模式13W下 ，Ally X 竟然跑了快19.5小时。19个半小时，太夸张了吧？对啊 ，Linus 测轻度游戏也说有5小时以上。入门款 Ally 因为功耗更低，可能还能撑更久，接近6小时。那听起来很好啊。但是如果你是要玩最新的3A 大作好吧，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Mobile 01用 PCmark 游戏测试，在效能模式17W 下 ，Ally X 大概是2小时55分，不到3小时。Pure Xbox 他们报道说，效能模式玩3A 大概2-3小时。如果你开最猛的 Turbo 模式，可能30W 以上，大概就剩2小时左右。虽然比以前好，但还是不久。对，比初代 Ally 的1小时是好多了，但还是有差距。像罗卡拉卡他测霍格华兹 ，Ally X 极速模式大概玩1小时40分钟，玩1小时剩58%，玩黑帝斯2就好一点，玩1小时还有60% 电。所以结论就是，想用最高效能玩3A，电池还是烧很快。没错，基本上还是要接着电玩，或是准备个高力的行动电源。这也是很多 Reddit 玩家跟评测的看法。居然提到 Reddit， 上面玩家好像也推荐了不少配件。对啊，社群很热络，大家比较常推的，第一个一定是萤幕保护贴嘛，触控萤幕必备，而且好像不太影响触控。再来就是保护壳，或是那种可以改善握感的套子，像 Skull&Co、JSAUX 的 Mod Case 都有人推。Linus 开箱那个 D-Brand Kill Switch 看起来很猛有什么特别？它不止保护，还有支架，可以收 SD 卡，还有盖子，而且还有 Xbox 认证。哇，功能很多那如果要接电视玩呢？那就要用扩充底座 Dock。ASUS 自己有出 ROG Charger Dock， 听说可以稳定输出 4K 60 HDR。官方的比较贵吧？通常是。如果只是要简单输出画面跟充电，很多第三方的 USB-C Hub 或底座也可以用。当然，常在外面玩的话，好的行动电源也很重要。还有什么有趣的配件吗？有人推荐买那个 USB-C 的防尘塞，理由是比较好摸到充电孔在哪。这理由也太实际了吧？还有就是，如果你常用桌面模式，或把它当小电脑接萤幕用，那无线键盘滑鼠也是必备的。有人推同品牌的 ROG 键盘滑鼠比较有一致性。好，配件了解了。那 Reddit 上好像还有很多玩家分享怎么优化系统，听起来有点 hardcore 对，这部分比较进阶，而且很多是玩家自己的经验，不一定适合每个人，操作前要小心哦。要注意风险。那大概有哪些方向？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更新 ，Windows Update、ARM Recreate、My Asus、AMD 驱动都要顾到。很多问题可能更新就解决了，像在顾一台小电脑一样。有点像。再来，有人会做系统减肥，就是手动把一些用不到的 Windows 内建 App 砍掉，像 Office 试用版之类的，省空间省资源。但建议手动，不要用工具乱砍。还有更猛的吗？有，但风险更高。例如，有人建议关掉 BitLocker 硬碟加密跟核心隔离，说可以提升一点点效能。关掉安全功能，这样好吗？对，这会降低安全性，一定要自己评估。还有像是调整 CPU Boost 开关，关掉快速启动，自己设定电源模式，像Server 18W 专门用电池玩3A，调风扇曲线，调整 AMD 显示设定，开 RIS 锐化，关 RSR 升频等等。哇，听起来很复杂。是啊，
这些都要对系统有点了解，愿意花时间去试。了解，所以对一般玩家来说，可能不用搞这么复杂。好，那综合看下来，硬体、软体、效能、社群回馈都聊了。ROG Xbox Elite 系列给人的整体印象是什么？它的价值在哪儿？硬体部分评价普遍很不错，大家都觉得 Elite 系列，尤其 Elite X，效能是掌机顶尖，荧幕很好，虽然不是 OLED，握感设计也很棒，特别是 Elite X 那个 Xbox 风格握把。但软体听起来就是好坏参半了。可以这么说 ，Xbox 全萤幕体验是个好方向，整合度高，想解决痛点。但 Windows 底层的复杂性、偶尔跳出来的问题、更新管理的麻烦，这些都还在，还没到 SteamOS 那种无缝的感觉。对，比较像是一个有很潜力，但还在施工中的方案。那个 AI 助理也还是 beta。那考量到价格呢 ？LAX 要快3万台币，入门款也要2万出头，这个价位值得吗？价格确实是个大问题，很多人觉得偏高，尤其是阿里 X。当你拿它跟，比如说价格比较接近，跟入门款比，但软体体验更顺的 Steam Deck OLED 比，它的 CP 值就受到挑战了。等于是用高价买硬体效能跟 Windows 相容性，但也要接受软体的不完美跟调整时间吗？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台掌机到底适合谁呀？我觉得特别适合几种人。第一，就是 Xbox 的重度玩家，有 Game Pass 的。生态系整合。第二，就是需要 Windows 相容性的人，比如说要玩特定反作弊的游戏，或是要跑 Windows 程式。硬需求。第三，是追求最强掌机效能的硬核玩家，愿意花时间调整，能容忍 Windows 的小毛病。规格控。第四，就是特别喜欢 Xbox 控制器手感的人。那反过来说，谁可能不太适合？如果你想要的是开箱即用，不用烦恼设定，简单稳定的体验，那 Steam Deck 可能还是比较省心。还有就是预算有限的话，阿里系列的价格门槛确实比较高。好的，总结一下今天聊的 Asus ROG Xbox Elite 系列，硬体规格很顶尖，效能强，萤幕好，握感舒适。然后透过那个 Xbox 全萤幕体验，展现了想整合 Xbox 生态，改善 Windows 掌机体验的野心。对，但是呢，这个野心还是被 Windows 本身的复杂性限制住了。软体虽然有进步，但离主机级的无缝体验还有距离，问题跟需要调整的地方还是不少。再加上那个价格，真的是优缺点都很明显。没错，需要您自己好好衡量。这次微软是跟华硕这么深度合作，弄出这个专属软体体验，而不是自己出 Xbox 掌机，这是不是代表他们策略变了？以后会更倾向当个平台提供者，让各家厂商出 Windows 掌机？这确实是个值得思考的方向，用软体来扩大 Xbox 的影响力。但反过来说，这次的尝试是不是也凸显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在 Windows 这种复杂的桌面系统上盖一层主机皮，到底能解决多少底层问题？要达到那种开机就玩、很顺畅、几乎感觉不到 OS 存在的体验，是不是最终还是需要一个专门为掌机设计的系统呢？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这次的深入探讨能为您带来一些启发。我们下次见。